玉树根在磨制法前就得定型，挖出来的根在阴凉的地方放几天，等水分稍微干一点再制作，皮层不会爆裂。这一盆养了2年，杆已经基本定型，再把枝条定位好。这条枝暂时不动，另作他用。榆树不要等枝条的粗度正好再剪，在后续的需养中它还会增粗。剪的时候前端留一个侧枝，后端更容易萌芽。悬崖盆景是反方向生长的。需养中让枝条朝上生长，定枝的时候再把这些枝条拿到位。这种简单的盆景造型就不要进行盘杂，虚剪过多才更加自然。这种没有侧枝的分2次剪是比较稳妥的。枝条稍微留长一点，等出芽后再剪一次。定枝及定位，同时也要把枝条的方向定好。形成枝条的统一流向，才符合悬崖盆景的自然生长规律。枝都定好了，但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。这个杆的上端比较空，在这个地方应该有个粗枝弥补这个空间。准备了一台手力钻，用的是木棍钻头，树干上钻洞的。把枝条上的叶剪干净，不要留叶柄。把枝条弯下来，在这个位置钻个洞，把枝条插进去进行补枝。钻头要比枝条稍微粗一点。钻的时候速度不要太快，速度快了产生温度，把皮层烧坏，这个枝条就补不了了。不要把它钻穿，钻到3/4左右就可以。找一个这样的螺钉，把螺钉拧进去，把洞拧穿。螺钉钻出来的洞孔正好与枝条的粗度相当，这个洞就算完成了。把枝条插进去，动作温柔一点。这种小枝条的皮非常薄，稍微拉快一点，它的皮子就破了。拉不动为止，拉到位置后，枝条的皮层会破损一点，正好与洞口完全吻合。像这样补上去的枝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为什么不能用电钻一次性把它钻穿？粗的枝条是可以的，粗枝条的接触面积大，而且它的养分比较充足。而小枝条它生长比较弱，在皮层接触不紧密的时候，对一些愈合能力不强的树种，不仅愈合时间长，而且还有可能失败。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直接把它钻穿的时候，有可能顶破皮层。用愈合力把洞封好，这个是自制的愈合力，效果是非常好的。秘籍就在此，愈合剂半干防泥。这个不收捐赠费的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。补枝后这样看上去出枝就平衡了，枝条增粗，补枝口完全愈合，就可以把它剪掉。钻洞补枝是比较完美的补枝方法，不留疤痕，成功率高，可在大多数盆景中采用。我用此方法对松树进行补枝，效果是特别好。有机会再发一期松树钻洞补枝的视频。但是钻洞补枝的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，对一些不能剪叶的树种，比如黄杨，即使把枝补上去，但黄芽无叶不发芽，成功的几率不会很高。我介绍了7种补枝的方法，用哪一种方法好？一是依据树种，二是根据自身的条件。我是三九龙茶，谢谢你的收看，下期见。